2008年，平壤，身穿蓝色制服的女交警正在马路中央挥舞着指挥棒，远处的法国摄影师拉夫格举着相机，不停地按动着快门。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朝鲜，接下来的4年里，他6次来到这里，留下了数千张照片。这些照片里有空旷的高速公路，有平壤街头的摊贩，有弹吉他的少女，也有歌唱爱国歌曲的孩子。不过2012年，他被告知今后无法再进入朝鲜。埃里克·拉夫格是一位周游世界的摄影师，从日本到苏丹，从葡萄牙到苏门答腊，他的足迹遍布100多个国家。被朝鲜拒绝入境的遭遇，成为外界认识他的一个标签。但比起这段经历，更值得观看的是他镜头里的朝鲜。他们记录的并非惊心动魄的瞬间，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日常。第一次来时，拉夫格就发现朝鲜的旅行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同，游客必须全程跟随导游行动，许多画面也都被明确要求不要拍摄。在高速公路上，士兵修理抛锚的军车，导游通常不会希望游客举起相机。无论是生活艰难的场景，还是一些营养状况不太理想的面孔，往往都会被导游阻止拍摄。旅游的行程必须按照既定路线进行。有一次，拉夫格在车上偶然看见一场露天音乐表演，他想去拍照，可留给他的时间只有车辆驶过的那5秒钟。导游总能找到借口不让巴士停下来。那次拉夫格想下车去看看街头的一张宣传画，明明路上空无一人，导游依然拒绝，理由是无法停车，因为车流量太大。即便如此，拉夫格还是拍了许多照片。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透露了自己的办法。虽然他们不允许我拍摄，但有了300毫米的变焦镜头和巴士后排的座位，我就可以拍很多照片。在这些照片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一条条空旷的公路。朝鲜的高速公路修得十分宽阔，却坑洼不断，十分颠簸，而且路上几乎看不到汽车。拉夫格甚至形容这里飞机都可以降落。在高速公路上，很多时候只能看到军用车辆，可他们大多数都抛锚停在路边。偶尔，一辆属于官员的奔驰轿车会突然从远处疾驰而过，很快又消失在道路尽头。在一次旅途中，拉夫格忍不住向导游提出请求：“我们能停下来上个厕所吗？”导游回答：“不行，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太危险了。”拉夫格有些哭笑不得。可是，我们已经整整1个小时没有看到其他车了。只有在规定好的休息点，大家才能下车。拉夫格还记得，在公路旁的一家小纪念品店里，他买了1欧元1个的苹果，那是他2周旅途中第一次吃到水果。由于车辆少，很多人早已习惯了不受约束的道路，哪怕在平壤市区，孩子们也敢坐在马路中央玩耍，老人也会毫无顾忌地横穿道路。但进入平壤的车辆却有着严格的要求，长途行驶后的汽车和巴士必须先清洗干净，才能进入这座城市。导游解释，这是出于对领袖之城的尊重。虽然很多公共车辆已经老旧不堪，但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荣誉。每安全行驶5万公里无事故，司机就会在车身上增加1枚红色5星标志。在很多年代久远的公交车甚至货车上已经贴满了这样的红星。平壤的特殊并不只是体现在那些高楼和干净的汽车上。对于许多朝鲜人来说，平壤并不仅仅是一座首都。由于居住资格受到严格限制，能够生活在这里本身也意味着一种特殊身份。这里拥有更好的资源，也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地方。但即使是平壤这座朝鲜最重要的城市，也并非看起来那么光鲜，很多外表亮丽的建筑背后已经非常陈旧。那一次在参观平壤刺绣研究所时，突然遭遇停电，在那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趁着现场混乱，拉夫格偷偷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不允许拍摄的瞬间。每当这时，导游就会向他解释，停电是因为美国的制裁。无论是街头还是田间，
都能看到军队和士兵的身影。他们或在街道上行走，或在游乐场里游玩，甚至在田间地头参加劳动。在那时的朝鲜，拉夫格了解到每位年轻男性都要在军队服役6年。这6年里，由于没有手机、电子邮件和私人电话，新兵几乎与家人完全隔绝。这些正在为阅兵式练习正步的女兵，官员向大家介绍，这些年轻女孩很多都是孤儿，正在服役的她们训练时总是格外卖力。虽然经常出现在眼前，但拍摄军队其实也是禁忌。拉夫格后来认为，这张士兵躺在草地上睡觉的照片，可能也是导致他被拒绝再次入境的原因之一。频繁出现在街头的军警，让平壤看起来治安很有保障。导游也骄傲地告诉拉夫格，这座城市非常安全，您可以晚上出门，不会像在美国那样遭到袭击。拉夫格却充满无奈，可晚上你们根本不让我出门啊！作为朝鲜的时尚之都，这里生活的人们衣物必须保持整洁，要洗得干干净净。女性获取潮流资讯的途径多是通过电视画面和观察偶尔来访的外国人。在这里，着装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在农村，女性不允许穿着裙子骑自行车，必须穿裤子；而在城镇里，穿裙子则更为适宜。拉夫格发现最常见的牛仔裤，这里根本找不到踪影。当他告诉向导，在法国，人们会花钱买那种看起来破旧、带有破洞的牛仔裤时，导游简直无法相信。来自美国的米奇在这里很受欢迎，经常出现在生活的各种场景里。但当拉夫格询问一个孩子时，却发现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老鼠的卡通形象到底是什么。虽然关于美国的一切在官方叙述里都不太受欢迎，但拉夫格还是见到了很多美国的品牌，其中有仿冒的，也有正品。导游会郑重地告诉他，这些东西产自中国。哪怕在一间教室里，他看到学生们正在使用运行 Windows 系统的电脑。那次拉夫格正在餐馆与一位美国游客聊天，导游让他赶快结束谈话，并解释说，他是只狐狸，是个间谍。在朝鲜，狐狸常常被拿来比喻美国人，代表着既危险又狡猾。拉夫格不解地问，既然美国人是间谍，为什么还允许他们入境？导游顿了一下回答，因为他们付了很多钱。2008年时，很多人都还没有手机，一般人想要拍照，基本都会去那种纪念碑前的景点找摄影师拍摄纪念照。这时，拉夫格携带的即时成像的宝丽来就派上了大用场。起初，他用宝丽来相机是想呈现这个国家特殊的色调，但很快他发现这台小小的机器还有另一个作用，它能促进他和当地人之间的交流。于是，他会多拍一张宝丽来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他拍摄的朝鲜模特。尽管这种行为在那时原本也并不被允许。在朝鲜的6次旅行中，拉夫格5次都遇到这位名叫金义新的导游。他在战争博物馆工作，能够流利地用法语向游客介绍这里的一切。他一直告诉拉夫格，他是在平壤的大学里学习的法语。直到后来，拉夫格才知道金小姐的童年曾经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她的父亲在那里担任外交官。这个小小的发现也让拉夫格意识到，在他拍摄的那些照片里，那些看似统一的面孔背后，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照片记录的是属于埃里克·拉夫格的故事，也是他能够看到的朝鲜。